这个形比上一个要好一点。骨骼结构这个位置，颧骨的这个侧面不应该画这么黑，磕突这个地方下来呢不要太窄。在下颌前面这个颌部这个位置，它离下巴这个皮肤稍微远一点，因为这个位置呢有这个脂肪比较厚一点。因为下颌的形状，在下颌角这里呢，它是有一块凸出来的一个结构，不要直接就这样，看起来太简单。画的时候可以找一个骨骼的参考，看一下这个下颌边缘这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。颞肌啊，要注意它的肌束这种肌纤维走向，它连接到哪？看起来你这个下颌骨的贯突在这儿，然后呢，这些肌肉都往这边走，很显然是没有连接到这个贯突上的。这些肌肉是连接到这儿的。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头部啊，这头部画的还是比较不错的，用了这种黑白灰去塑造，这个样也可以，但是呢，要注意这个黑白灰的层次以及黑白灰之间的关系。这个位置如果画的太亮了，黑白灰的关系就有点不对了啊。包括这个位置的明暗对比也太强了。在一个画面中呢，最亮的地方只留一块，剩下的地方要往灰颜色里面去推，往灰颜色里面去走，然后灰颜色要到这个重颜色，要把这个关系理顺，而不是对着照片看起来哪里重一点我就哪里画很重，哪里亮我就把哪里画很亮，这样的话就比较机械，比较概念。这个不是从意识里出来的，而是照片里抄出来的。照片呢，黑白灰呢清晰一点，好看一点就能抄得出来。那黑白灰呢关系不好的时候，就很难主观的把它画好，会容易出现这种问题。然后在它的人中的这个位置啊，没有窝进去这么狠，就凹进去太狠了。然后它整个口缝没有这么长啊，也没有这么往上，整个嘴巴还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趋势。这是咱们第2套课程里边的作业。刚才讲的那个肩胸部啊结构，人体结构那块呢，那都是咱们第1套课里面的内容。第2套课主要就是解决人体这种造型问题，比如人体素描、结构啊，它的嘴的基本造型要注意一下，还有颜色，黑白灰不要画这么概念，要从整体关系出发去考虑这种黑白灰的关系。这个鼻子这块画的就非常好，塑造的很强。但是呢，它和面部啊、眼睛啊、嘴啊不够匹配，所以说五官呢还是要放到整体去看。画鼻子的时候看眼睛、看嘴、看耳朵；画耳朵的时候看眼睛、看嘴、看鼻子；画眼睛的时候看鼻子、看嘴、看耳朵，就是把五官联系起来，当成一个整体来画。你看这个位置也有点太亮了，这个灰颜色有点太突兀了。在照片里面看的是没有说特别突兀的颜色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造型嘛。然后这个头骨基本上还好啊，这个画骨头呢可以再准确一点，就是再自然一点这个形，别再画这么僵。你看下颌骨它不是那么直的，像尺子打的；下颌角也不是一个直角的转角，也不是一个尖尖的转角。下颌下面的这条线，这个边也不是直直的一条边，所以说要注意这个自然形。侧面的眼眶没有这么大，侧面眼眶没有这么宽，侧面眼眶这么宽就可以了。注意一下这几个问题。然后这里画的是颞肌的这个肌纤维走向是吧？那颞肌呢，它不是这样下来的，颞肌是连到前面这个贯突的，所以说它要往前走，它是这样下来的。然后再看下面的这个，它下颌的这个位置呢，它是有厚度的，但是看起来是比较圆润的。你看这个地方画的有点像那个近似于方体的那个棱了，画的太硬了，这块厚度没有表现出来，而且这里一个特别亮的亮颜色，这里有一个重颜色，就感觉这块呢更实了，这个边这个棱实际上是没有的啊，一定要注意，不要把黑白灰画的这么突兀。那这个造型，这个面部这个特征啊，这块画的非常不错，就是下颌这个位置的过渡，这种从亮到暗的过渡不够，感觉比较简单了。然后这个位置的亮颜色又太亮了，然后从这个重颜色到亮颜色之间也是缺少了一个过渡，中间灰，所以说这个就感觉比较突兀这一块的重颜色。然后它的解剖结构的话，这个头骨啊后面的形状，这里要收回来，
啊，不要顶出去，它是在这里接着脖子的。后面枕骨的这个位置，枕骨这个位置要在这儿，然后也是侧面的眼眶不要画的太宽。哦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它这个头是虽然是侧面的，但是呢，它往侧面又多转了一些，并且伴随着同时呢，稍微有点往上抬的这个特征，所以它头骨不能画成一个纯正面。是微微能够看到一点下颌的底面的。这要注意一下这个动态的特征，它不是一个纯的正面啊。这张头骨侧面和正面这个基本问题不大啊，基本造型还是比较准确的，这是可以的。下颌骨的这个位置不要太窄，下颌的形状，这是一块下颌角，下来之后不要往里面收，让它往下弧一点点。看一下这张，这个形不是很准确，这个两个眼睛的距离，它这个头的这个水平方位的线条大概是这样，这个是中线，这边眼睛就画高了。感觉你这个画法有点太去关注它的五官了，而没有去建立它整个大的体积，所以说这个造型就没出来。把五官放一放，一直在强调建立整个头部的体积造型。正面、侧面、半侧面，这里是半侧面。要概括进去，先建立整个大的体积，不要急于去刻画五官。这头骨是不是自己编的呀？没有参考啊。额结节也不在这儿啊，眼眶外侧轮廓也没有嵌进去这么多呀。额头这里的和眉弓这里应该有一个穿插，嘴骨和颧骨之间的穿插应该是这样。下颌前面哪能有这么高出来这么一块儿？下面这个头骨这主图有那么大吗？它这个头骨应该是这个造型，这个头的形没有画准。如果在这个里边去找这个头骨的话，这个头骨的形也不准。你可以在人体当中去画这个头骨，然后把这个头骨挪过来，放到你画的这个人里边，再去对应一下，看哪些结构没对应上，那就是形没画准，再进行调整。现在它这个脖子你画的是巨宽，所以就把这个地方画大了。然后它这个鼻头应该更圆一点，也没有那么突出，应该往里收一些。然后嘴巴也没这么突出，嘴巴画秃了，整个这一边都画的有点突出了。下颌的厚度，一根单线它有厚度吗？它没有厚度，